变脸比翻书还快啊！昨天还断供办公软件，想把中企往死里整，今天就火速打电话求和，只因暗示中国一份声明，核心芯片实现国产化了。今天咱们就聊聊这出求和电话背后的国际大戏。大家都知道，荷兰最近换了新一届政府，这个新内阁刚一上台为了给美国递交一份满意的投名状，那可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啊！他们组建的这套班子大批启用的全是对华态度极其强硬的鹰派政客，甚至有些人在上台前还因为乱说话、乱插手咱们的内政，被中国公开制裁过。这帮人上台后立刻就把这个枪口对准了半导体领域，尤其是盯上了安氏半导体。大家都知道，安氏半导体虽然这个总部在荷兰，但它其实早就被咱们的中企文泰科技给重金收购了，是咱们中资控股的宝贝疙瘩。荷兰新政府一看，这还了得呀！咱们眼皮子底下的高科技公司怎么能让中国人说了算？于是乎，他们开始疯狂的搞事情先是在这个安氏半导体的控制权上反复横跳，疯狂设限，试图用行政命令剥夺中企的实质控制权。这就罢了，毕竟政客嘛，总喜欢玩点文件上的猫腻。但是最让人惊掉下巴，最让人不齿是什么？他们居然在背地里下黑手对安氏中国实施了办公软件的断供。你们听听，这叫人事吗？堂堂一个发达国家成天把自由贸易、契约精神挂在嘴边的所谓文明社会，为了打压一家企业，居然连办公软件都不给人家用了。荷兰的算盘打得那叫一个噼里啪啦响。他们觉得我只要把你所有的协作路径都切断，不给你设备，不给你技术，甚至连个 Excel 表格都不给你好好建，你安氏中国不就得乖乖瘫痪了吗？你中国半导体的产业不就得陷入绝境了吗？到时候还不是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那阵子荷兰新外长贝伦德森的调门那起的叫一个高，动不动就在这个国际场合大谈特谈，我们要降低对华原材料的依赖，我们要巩固在谈判桌上的绝对优势地位。那副趾高气扬的姿态仿佛他手里面攥着的不是光刻机和办公软件，而是全人类的命脉他以为只要他把那扇技术大门轻轻一关，咱们中国就会立刻陷入半导体的漫漫长夜，只能跪在地上束手就擒。可是他们根本就不了解咱们中国人的骨气，更低估了中国企业的生存韧性。你以为断了软件，卡了设备，咱们就会在围堵中消沉吗？大错特错。2020年3月初，一则来自半导体行业的重磅消息彻底搅动了中荷外交的池水。安氏中国正式对外宣布，我们已经成功攻克关键技术瓶颈，实现了核心芯片的本土化自主生产。这短短一句话背后藏着多少个日夜的咬牙死磕呀！这不仅仅是一次技术层面的突围，这简直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绝地求生你断我的协作系统，行，那咱们就自己开发一套；你砍我的核心技术，那咱们就关起门来，把国内的上下游企业全部拉到一张桌子上，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本土化产业链极限整合。当一颗颗印着中国制造的核心芯片像流水一样从咱们自己的生产线上成批量的走下来时，这哪里是生产力的释放，这分明是在指着那帮西方政客的鼻子大声宣告，想卡咱们的脖子你们的手指头还不够硬。这一巴掌扇的那叫一个清脆响亮这个消息一传回海牙，你们猜怎么着？整个荷兰新内阁估计瞬间乱作一团了。荷兰人这下如梦初醒了，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手里面攥着那几张所谓的底牌王炸比如什么技术封锁什么软件断供，在咱们自主研发出芯片那一刻，瞬间变成了一堆毫无价值的废纸，一笔赔本的负资产。如果中国连核心芯片都能自己造了，那还要你荷兰人干什么呀？你还有什么资格在谈判桌上耀武扬威恐慌瞬间蔓延了整个荷兰政府，因为他们猛然意识到一个致命的问题，他们为了给这个华盛顿表忠心，把中国彻底得罪了。可是荷兰的经济底色是深度依赖全球贸易的呀，万一中国被彻底激怒了，
反手来一个对等反制，后果很严重。于是呢，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话音刚落，就在暗示中国的捷报满天飞的时候，那位之前呢还叫嚣着要占据绝对优势的荷兰新外长贝伦德森，火速的拨通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电话。这通电话的氛围各位可以自行脑补一下，那绝对是一出世界级的荒诞喜剧。据透露贝伦德森外长在电话那头语调之委婉，态度之诚恳，简直跟之前判若两人。他不仅呢把中荷关系捧到了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的制高点，而且对之前那些强硬主张、断供软件的烂事那是只字不提。他一个劲儿的表达王外长咱们还得加强高层交往咱们还得深化务实合作呀。中国市场对我们太重要了，咱们可千万别伤了和气这种急火攻心的上门求和，这种180度的大掉头，毫无外交体面可言。但是这恰恰就是国际政治最赤裸的本质——功利。面对荷兰外长这种滑稽的表演咱们的王毅外长是怎么回应的？王外长呢，先是展现了咱们礼仪之邦的风度，非常客气的祝贺了对方就职，这叫先礼后兵。紧接着王外长语重心长的指出了中荷关系的正确方向，互利合作。但是话锋一转，中方明确甩出了6个字儿：听其言，观其行。各位，这6个字简直绝了这表面上是外交辞令，实际上呢就是给荷兰新政府敲警钟立规矩。大白话翻译过来就是你小子别跟我在这光耍嘴皮子，你打个电话说两句软话我就得原谅你，你以为过家家呢？我得看看你接下来到底怎么做。这实际上就是在正告荷兰别再走你前人的老路，我们商务部之前警告的后果自担绝对不是一句空话。你如果继续破坏两国企业的经贸往来，继续当别人手里的枪，那全球半导体供应危机的这口大黑锅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损失，你荷兰呢就自己兜着吧。王外长这番话就像一根定海神针，不仅稳住了咱们的阵脚，更是把荷兰那些小算盘捏得死死的。这个事儿一在网上传开，咱们国内的网友那是彻底沸腾了。断供方不是软件，呵呵，这荷兰政府是穷疯了吗？下一步是不是还要断供我们强力的桶装水这简直是拿村长的权利来收联合国的信现在傻眼了吧？咱们连芯片都造出来了，你那点破软件留着自己用去吧。身为同行，我太知道安氏这边有多难了，设备卡你，软件卡你，连开个视频会议都给你切断。但是中国人呢，就是有这股犟脾气，你越卡我，我越要干成。给安氏中国的兄弟们点赞。咱们现在回过头来冷静的拆解一下荷兰政府这波急刹车式的态度反转。你以为贝伦德森外长是真的觉得良心不安来认错的吗？绝对不是在国际政治的牌桌上，从来没有所谓的幡然悔悟，只有利益权衡。荷兰此刻主动放下身段，拨通这通电话，说白了就是一场基于恐惧的自保。半导体那可是未来工业的粮食是一个万亿规模的核心赛道荷兰虽然呢在光刻机等尖端设备上目前还是有点发言权的，但是他们比谁都清楚，这个行业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庞大的应用市场，是源源不断的现金流来反哺研发。而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完整、最庞大的应用市场，现在竟然呢还在这场极限施压中展现出了可怕的技术能力突破和自力更生的底气。如果荷兰新政府继续一条道走得黑，充当美方的马前卒，彻底跟中国撕破脸，那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他们将亲手把自己关在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大门之外。他们不仅会失去中国这个超级市场，更可怕的是这种卡脖子的行为反而逼出了一个在全产业链上能够自给自足的无比强大的中国半导体产业。到时候荷兰那些企业别说在中国市场赚钱了，甚至在全球市场上都得面临中国企业极其恐怖的降维打击和白菜价洗牌。到那个时候美方的大佬们拍拍屁股赚走了政治红利，而荷兰企业呢只能抱着那些卖不出去的落后设备在风车底下哭泣。所以贝伦德森外长这般变脸，功利性一目了然他找中方沟通承认之前的策略偏差，表面上看是低头认错，丢了点面子，
但这恰恰是他们为了保住里子，给自己在未来的后制裁时代继续参与全球分工，勉强争取的最后一丝生存生机。这就叫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暗示中国在芯片领域成功突破，打破困局。这从来不只是一场单纯的技术攻坚之战，这是咱们在这场大国博弈的修罗场上挥出的一记最漂亮的反击拳。这件事情告诉全世界一个最朴素也最硬核的道理，在国际关系中实力永远是最好的调音师。你没有实力，你被人掐住喉咙的时候，你喊破喉咙也没人理你。当你自己造出芯片打破封锁的时候，那些曾经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政客自然呢就会换上一副笑脸，主动跑过来跟你谈合作，谈友谊。每一步技术的跨越不仅关乎着产业的输赢，更镌刻着咱们中国科技的底气。这正是无数科研人员夜以继日的奋斗，才换来了今天咱们在谈判桌上的气定神闲。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大家对荷兰这波变脸操作怎么看呢？欢迎在评论区聊聊。我是肖兰，咱们下期再见。